就在中日展开互动同时，外界也注意到，日本防务近来一些新动向，给中日关系未来走向蒙上阴影。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计划2022年底前，在距离台湾岛不到300公里的冲绳县石垣岛部署500至600人的陆上自卫队导弹部队，并配备岸舰导弹和地空导弹。届时，日本在全长1200公里的西南诸岛中，将拥有4座部署了导弹的岛屿：冲绳县冲绳岛、石垣岛、宫古岛、鹿儿县奄美大岛。不仅如此，日本还计划在2023年底前，在与那国岛部署电子战部队，并在马格岛建造一个新的自卫队基地。日本内阁中鹰派和右翼人士并不掩饰此举意在配合美国远东战略。此外，在钓鱼岛方向，多名日本政府的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11月公布的旨在提高岛屿应对能力的海上保安厅、警察和自卫队联合训练，设想的情况是所谓他国占据钓鱼岛。训练地点选在长崎县五岛市的无人岛金多罗岛，因为此处海岸线的形状和险峻的地形与钓鱼岛相似。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该演习出动了约400人，包括大阪府警察、冲绳县警察、第11地方海岸警卫队本部、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等。其中，自卫队的舰艇和直升机进行了部队运输训练，以便自卫队能在岛屿特有的崎岖地形上快速部署和移动。报道称，这是内阁官房首次发布海保、警察和自卫队举行联合训练的消息。该训练旨在防备难以辨别是否属于武力攻击的灰色事态，提高自卫队与海保等的协作。如果靠日本保安厅，他要是和中国的海警去斗或者去发生争执的话，他是打不过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现在中国海警的这些船只的吨位数量都是高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所以他要拉着比如说警察。或者是像他的这个海上自卫队，这属于军事力量属于是这样的，就是其他的部门或者其他的这些装备来参与进来，所以呢，它是进行相关的这种联合的这种演练。日本广岛大学学者伊藤隆太透露，在这次实兵演习之前，日本海上保安厅、自卫队、外务省、警察已经实施多次以所谓中国占领钓鱼岛为预设前提的兵棋推演。这些共同推演都是为因应中国海警船接近钓鱼岛甚至停靠岛屿时，海上保安厅必须开火防卫的状况。此外，自卫队的护卫舰负责钓鱼岛附近所谓警备工作的海上保安厅大型巡逻船，上周三也在东京都伊豆诸岛进行演习。演习中将伊豆诸岛中某特定岛屿设想为钓鱼岛。巡逻船要求驶向该岛的假想的中国军舰变更航线无果，海上警备行动命令被发出，海自的护卫舰阻止假想的中国军舰接近该岛。报道还称，海保和海自针对中国军舰举行联合演习的情况非常罕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日方的所作所为丝毫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中方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今年以来，日本政客还不断鼓吹驻美国所谓协防台湾。今年4月，美日首脑会谈后，两国在联合声明中写上了保证台湾海峡稳定的字眼。而近来，美日为制定作战计划暗中推进磋商。上周四，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称，美日两国军事部门已制定了设想台湾出现突发事态的新美日联合作战计划，此计划或成为日本介入台海提供所谓依据。目前，该计划还只是初稿，美日两国计划要在2022年初召开的美日外交和国防首长2+2会谈中进行正式规划，并确认强化所谓美日同盟威慑力。该计划中称，如若两岸发生战事，美国军队在协防台湾的过程中，美海军陆战队将在鹿儿岛县至冲绳县的南西诸岛设置临时攻击军事据点，而日本自卫队届时将协助运送美军部署到这些岛屿。据悉，日本西南诸岛有200个岛屿，美军已经锁定了大约40个岛屿作为临时基地，包括钓鱼岛附近的奄美大岛、宫古岛和石垣岛。近期，日本在石垣岛修筑的导弹基地已经基本完工，该岛距离台湾仅约300公里。而日本设想，在发生战事时，石垣岛的反舰系统和防空系统可用来对付中国军舰。日美计划2022年正式在该岛部署部队，以应对所谓突发情况。一般来说，美军在日本不会新建基地，但在假设台湾出现突发情况时，就有了新建的理由。
日本媒体认为，日本西南诸岛中许多住有居民。冲绳县知事称，非常担心台湾发生突发事态时，会致冲绳再度成为攻击目标，居民也会被卷入战斗。